各位会点生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天明。现在，请你立即停下手上的事，拿出钱包里所有红色的100元钞票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就是普通的100块吗？它能买饮料、付停车费、买菜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手上这张钞票很可能身价已经涨了100倍，甚至1000倍，你会不会立刻清醒？这不是故事，在钱币收藏圈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某些特定版本的100元纸币，价值远超面额，堪称纸黄金。许多人因为不了解，曾把价值数千甚至上万元的钞票随手花掉，事后追悔莫及。所以今天，在会点生活这个频道，我张天明就来当这个揭秘人，不聊复杂理论，只教你最实用的钞票相面术。看似一样的100元钞，其实暗藏3个关键的财富密码，只要符合其中一条，你手中的就不再是普通的100元，而可能是一个惊喜。请你耐心把今天的内容看完，哪怕你现在手头一张都没有，学会了这个方法，以后每次收到现金找零钱的时候，养成习惯多看一眼，说不定财神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被你攥在手心里了。在咱们开讲之前，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能给您提个醒，帮上忙，那我真心麻烦您动动手指给咱们会点生活点个关注，再按一下那个点赞的按钮。您的这点支持就是我坚持分享的最大动力，每份鼓励我都记在心里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，咱们先来解开大家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，为什么同样是央行印出来的红色100元，有的就只能当100块花，有的却能卖到几千几万？这背后的道理啊，其实就藏在2个词里，叫幸存者偏差和物以稀为贵。你得明白，100元是咱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钞票，没有之一。你去便当店、搭公车、缴水电费，基本上都在用它。这流通率一高，损耗自然就大。一张崭新的100元钞从银行发行出来，经过无数人的手，变得皱皱巴巴，边角磨损，最后被银行回收销毁。它的平均寿命其实很短，所以那些早年发行的或者号码比较特别的钞票，绝大部分都在这个高效的流通消耗过程中被磨损掉，被无意中毁掉，或者直接被银行回收了。能完好无损，品相佳的留存到今天，还能落到普通人手里的，那真的是凤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收藏玩的是什么？玩的就是别人没有，我有，和别人有，但我这份更精更好。当全世界都把这张红彤彤的纸当作100元来花的时候，你独具慧眼，把它当成一件值得保存的藏品来看待，这里头就产生了巨大的价值落差。好了，道理咱们讲透了，接下来咱们就直接进入最激动人心的实战寻宝环节，赶紧低头，好好审视你手里的钞票。我们要寻找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基础的一个特征，就是年份。大家把钞票翻到背面，在最底下那一行小字里找，你会看到钞票印刷年份的相关标识。大部分的100元钞印的都是90年、2001年或者更往后的年份，但是如果你运气爆棚，找到了一张印着中华民国89年制，也就是公元2000年制造的版本，那你可要立刻打起12分精神了。为什么89年这个年份如此关键？因为它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一版红色100元钞票的出版。这就好比收藏书籍，第一版的一次印刷总是最受追捧的，钞票也讲究这个版别。民国89年发行的这一批100元钞，在新台币的发行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它承载了迎接千禧年和新世纪的历史意义。不过，我得在这里给大家先泼一小盆冷水，做个更精准的区分，免得大家空欢喜一场。并不是所有89年版的100元都价值连城，因为它当年发行量也不算小。真正让钱币商眼睛发亮的是89年版里面的早期字轨，这就引出了我们要看的第2个核心特征，字轨。什么是字轨？你瞧钞票正面，左上角和右下角不是有一串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编号吗？这串编号通常是2个英文字母开头，中间夹着数字，这就是他的身份证。开头的这2个英文字母就是字轨。在89年版刚刚问世的时候，最早批次印刷的钞票，它们的字轨有特别的规律，通常是某些特定的字母组合，尤其是如果你能找到字轨是以 AL 这2个字母开头的89年版100元钞，那它的身份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为什么 AL 开头这么金贵？因为它是这一版钞票里最先走下生产线的那一批，好比一个家族里的长子，地位自然尊崇。当年这批 AL 字轨的钞票，绝大部分都在日常流通中消耗掉了，能留存到今天，并且品相还保持得不错的，那真是稀有中的稀有，价值自然水涨船高。除了看年份和字轨，还有一个更进阶、更专业的知识点，叫做补号券。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技术含量了。
印钞厂在印制钞票时，也不是100%完美的，偶尔会有印坏、印糊或者沾了油墨的次品，这些次品会被质检人员抽出来作废。但是，一捆钞票的张数是规定好的，抽走了一张，就得补一张好的进去。这个为了替补而专门印制的钞票，它的字轨和号码段是提前预留好的，和正常流通的钞票不一样。在收藏圈里，这种补号券因为数量极其稀少，往往是普通钞票价格的几十倍甚至更多。如果你看到的100元钞，它的字轨字母组合非常少见，比如是特定的 M 字头或者其他冷僻组合，那你千万要留个心眼，别轻易把它花出去。当然，对于咱们大多数刚开始接触的朋友来说，记年份、变字轨可能有点太专业，容易记混。没关系，教你第3个特征，这个最直观、最暴力，也恰恰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。那就是特殊号码，这简直就是钞票界里的乐透彩。不管你的100元钞是哪一年印的，哪怕是上个月刚从 ATM 机吐出来的，只要它身上那串红色的号码长得够亮，它就能卖出让人吃惊的高价。什么叫号码长得亮？这里的学问可大了去了，咱们一层层说。第一等叫做全铜号，行话也叫麒麟号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钞票号码最后那6位数字全部一模一样，比如111112、222一直到999999，这种钞票，一张普通的红色100元，市场价起步就是1-2万新台币。要是碰上8888888这种寓意极品，在拍卖会上拍出10几、20万的价格，一点都不稀奇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用一张可以买一辆崭新电动自行车的钞票，去街边小店买了一瓶矿泉水，事后知道了，心会不会滴血？第二等叫做顺子号或者天梯号，比如123456。或者倒过来的654321，这种号码有着步步高升、一路顺畅的美好寓意，是很多做生意、开公司的老板们最喜欢的。他们很愿意花高价买回去，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，图个好彩头。这种号码的100元钞，一张卖个几千块跟完似的。这里还能再细分一下，有一种叫小顺子，比如234567或者345678，虽然没有从一开始那么完美，但也属于非常难遇的珍品，价值不菲。第三等叫做雷达号或者对称号、对子号。雷达号指的是号码从前往后读，和从后往前读是一样的，像123321这样对称工整。对子号则是指号码呈现有规律的重复对子，比如112233、556677。这些号码虽然没有全铜号那么霸道，但一张卖到几百、上千元，也是有很多藏家愿意接手。这转眼就是10倍以上的收益，难道不香吗？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心理误区。很多人一提到好号码，只认8和6，觉得只有666才值钱。其实在专业的收藏圈里，数字4和7虽然在日常习俗里不太受欢迎，但在全铜号的世界里，它们的稀缺性和其他数字是完全一样的。一张444444或者777777的全铜号，同样是硬通货，同样值大钱。所以千万别因为觉得数字不吉利，就把它随手花掉，那简直是跟自己的财运过不去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个特殊的种类叫生日号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讲究心意的人送礼，会特意去找这种钞票，比如号码最后6位刚好是某人的出生年月日，比如900101。这种钞票在通用收藏市场上的价值可能不如前面几种稳定，但在特定的需求圈子里，只要你能找到对应的人，这张钞票的价值瞬间就能翻好几倍，这就是精准收藏的魅力所在。讲完了怎么找宝，接下来的内容更加关键，甚至决定了你的宝藏会不会贬值。很多人可能真的在钱包里翻出了一张特殊号码或者89年版的旧钞，然后一激动，下意识的就把钱对折塞进裤袋，或者兴冲冲跑到银行问柜员能不能多换点钱。告诉你，这2种做法都是在亲手毁掉你的宝贝。首先，收藏界对钞票的品相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。我们有一个标准叫 UNC， 意思是未流通品。一张崭新挺阔、四角尖尖，没有任何折痕和污渍，像是刚从银行圆捆中拆出来的钞票，才是最值钱的。如果你发现了一张好钞，千万不要把它对折，因为纸币主要是由棉纤维制成的，一旦对折，中间的纤维就会断裂，形成一道无法消除的明显的白色折痕。这道白痕会让你的钞票价值直接腰斩，甚至更多。也千万别随手把它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口袋，人体的汗液、油脂，还有口袋里的灰尘杂质都会侵蚀纸张，导致它发黄、长斑，品相一落千丈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在外面消费找零食发现的，立刻找一本随身的笔记本、一本书或者一张平整的广告单，把钞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中间，保护起来。
回到家后的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文具店或者书局，买那种专门用来保护纸币的护钞袋或者 OPP 透明袋，很便宜，几块钱一包，然后把钞票轻轻地放进去，注意尽量不要用手指直接触碰票面图案，捏着边缘操作就好。说到这里，我还得跟你深入聊一个更高级、更刺激的领域，那就是变体钞。这比特殊号码还要罕见，也往往更值钱。什么是变体钞？简单说，就是印钞厂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失误，印坏了，但又阴差阳错地漏过了层层质检，最终流落到市面上的错版真钞。常见的变体钞有好几种，一种叫福尔钞，就是钞票在最后裁剪阶段，纸张边缘发生了折叠，导致切出来的钞票多了一个小耳朵状的边角，视觉上非常特别。这种100元福尔钞随随便便就能卖到几万甚至更高。还有一种叫漏印或印刷移位，比如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印歪了，或者背面的建筑图案缺了一小块颜色，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假币就随手扔掉。如果你发现了这种相貌奇特的钞票的一件事是去银行鉴定真伪，只要银行确认它是真钞，那你就等于中了大奖，因为这属于错体真钞，是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珍品，价值难以估量。至于怎么变现，这里有个大忌，千万别去银行。银行是法定货币的兑换机构，在柜员小姐姐眼里，不管你这张100元印的是888888还是123456，它的法定价值就是100元新台币。你拿去银行，它只会按面值给你兑换成另一张普通的100元，甚至可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你。你要去的地方是邮币社，也就是那些专门经营邮票、钱币买卖的商店，或者现在网络拍卖非常发达，你可以上一些大型的拍卖网站，搜索一下你手中钞票的年份和号码，看看别人相似的货品都标价多少，多对比几家，心里自然就有谱了。如果你的钞票确实特别珍贵，比如是全铜号或者罕见的变体钞，甚至可以联系专业的钱币拍卖公司进行委托拍卖。还有一个更专业，能让钞票身价再上一个台阶的变现途径，叫做送评级。你可能在网上见过，有些钞票被封装在一个硬硬的、透明的塑料盒子里，盒子外面贴着标签，写着分数，比如66分、67分，这就是国际通用的评级币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手里这张钞票品相完美无瑕，号码又是顶级，可以花一些费用，把它送到美国 PMG、PCGS 这样的专业评级机构，他们会用仪器仔细检查这张钞票的每一个细节，给出一个客观的分数，然后把它永久性的密封在防伪盒子里。一旦有了这个身份证和保护照，这张钞票的身价立刻就能再上涨 30% 到 50%， 甚至更多，因为这意味着它的真伪和品相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背书，买家买的放心，自然愿意出更高的价钱。还有一点，必须得多啰嗦几句，因为它太重要了，直接关系到你的宝贝会不会变成废纸。很多人从家里抽屉深处翻出一些旧钞票，可能上面有些灰尘，或者边角有一点发黄，这时候千万别自作聪明，不要拿去用水洗，更不能用橡皮擦、漂白水去处理。我见过太多令人痛心的例子了，有人觉得钞票脏了卖相不好，就用各种方法去清洁，结果破坏了钞票本身的纸张纤维和防伪特征。在资深藏家眼里，这种经过人工处理的钞票叫做水洗票或处理票，价值会大打折扣，甚至被视为造假的一种。记住，保持原样，哪怕它有点旧，有点岁月的痕迹，那也是原票。在收藏领域，原票的价值永远高于任何人未处理过的美容票。另外，关于保存环境，咱们台湾的朋友尤其要注意，我们这里气候比较潮湿，空气中的水分是纸币保存的头号杀手。很多人把好端端的钞票放在抽屉里，几年后拿出来一看，上面布满了黄褐色的小斑点，行话这叫黄斑或霉斑，一旦长了斑，钞票的价值就会严重受损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打算好好收藏一些有潜力的钞票，最好去买一个存放相机镜头用的那种防潮箱，或者至少在存放钞票的盒子或柜子里多放几包干燥剂，并且记得定期更换。咱们再把话题说回这个89年版，除了100元，如果你家里还有那个年代发行的绿色200元或者紫色2000元钞票，那你更要当做传家宝一样留好了，因为这两张钞票的流通率比100元低得多，很多人不习惯用，导致他们被银行回收的速度也更快，特别是2000元大钞，虽然日常生活中用起来不太方便，但它的设计非常精美，科技含量高，而且作为大面额钞票，未来的升值潜力非常巨大。尤其是2000元钞票上的安全线和光彩光变图案，运用的都是当时很先进的防伪技术。如果能保存一张全新的、号码绝佳的2000元，其收藏价值不可估量。最后，我还要补充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，那就是整刀。
或整本收藏的概念。如果你过年时去银行换新钞，换出来的是用封条捆好的，整整100张连号的崭新100元钞，哪怕里面没有88888这种绝世好号，这一整本行话叫一刀，连号新钞本身就具有不错的收藏价值，千万不要把它拆散了花掉。在市场上，整刀100张连号出售的价格，通常要比你一张张散卖加起来的总价要高。如果你运气特别好，领到的这刀新钞，号码段非常漂亮，比如末尾2位都是88，或者里面包含666这样的报纸号，又或者的一张是000001这种开门号，那这一整刀的价值就更惊人了。所以，过年换新钱的时候，多一份心眼，先看看封条下的号码段，如果是好号段，把这本钱留下来，用别的旧钱去封红包，这叫藏富于家，这才是有智慧的理财小技巧。而且在收藏圈里，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门类，叫标准10连号，也就是钞票号码尾数从0到9，或者从1到0，连续10张。如果你觉得收藏整刀100张财力有压力，那么收藏这种品相好的10连号，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。它的升值潜力比单张的散票要稳定和可观的多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核心其实就想表达一个意思，生活中处处有惊喜，财富往往就在手边。每天经手的现金，只要花1秒钟留意号码，比如是不是1989年的，数字顺不顺，有没有特殊组合，就相当于一次免费抽奖。这份留意不仅可能带来意外收获，更能增添生活的趣味。如今数位支付普及，纸币反而更显珍贵。过去的红50元、蓝10元，若当时留存全新，如今已具收藏价值。今天的红色100元，未来也可能成为稀有老物件，尤其是品相完好、号码特别的。不妨现在看看钱包里的100元是哪一年的，号码有666、888或你的生日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我会尽量为大家看看是否有收藏潜力。记住，别让财富从指缝溜走，买菜找零也可能变成惊喜。只要有心，你的钱包里就藏着宝藏。我是张天明，在汇点生活频道与你分享身边的财富点滴。若觉得有启发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亲友。下期再见，祝大家钱包鼓鼓，好运连连。